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茶果新做法，鲜香美味的五香果。这是舅舅在网络上第一次分享，无论是趁着清明节祭祖，或日常当成早餐或下午茶糕点都很棒，还请大家分享给您的朋友们，您的朋友和我们都会感谢您。虾米40克，清洗干净后泡软，干货内倒入约100毫升食用油，80克小红葱切成薄片后倒入货内，中火爆香。葱片油爆至金黄色后，转低火，将油沥出。保留一点油，约1大匙左右。预先备好200克花肉，切成小颗粒状，加入一起爆香。接着是泡软后的虾米，也加入一起爆炒至香味溢出。1大匙的生抽，1大匙白糖，半小匙五香粉，这五香粉请选用优质的，香味才足。半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盐，口味比较重的朋友，这盐与糖可以多加一点。接着再将食材与调味料一起炒匀炒香。整个完整拌炒过程约3分钟左右。食材炒香炒匀后，离火盛起。炒香后的五香肉丁是这状态，先搁置一旁，待凉备用。橙色番薯100克，切成薄片后放入蒸格内，大火蒸20分钟。料理盆中倒入水磨糯米粉400克备用，任何牌子都可以。将蒸软后成熟取出，趁热捣成泥状。可以用其他薯类代替吗？马铃薯或其他颜色番薯都可以，只是选用橙色番薯，成品色泽上比较占优势。成熟捣成泥后，加入糯米粉中，接着是炒过的肉丁，再拌一拌匀。先将肉丁都均匀地裹上一层干粉，经这环节处理后，这肉丁会更容易与面团混合。待这糯米粉揉成团后，肉丁不会一颗颗脱离。拌成视频中这状态后，取出250毫升热水，分次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，一直拌至无干粉状态。基于不同牌子粉的吸水量有别，这热水的用量还需靠自己酌量，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一点一点加入，才不会出现水过量的问题。拌至视频中这状态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再加入2至3大匙炸葱油，约30至40毫升左右。这时候食材也比较降温了，所以可以用手揉匀，将所有食材揉成一块大面团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揉匀后的面团，因为成熟的关系，呈现出淡淡棕褐色，与成品主题很搭配，不会有突兀的感觉。有道理。揉匀后的面团是这状态，不沾手，如耳垂一般软度。接着将面团分成小剂，每小剂重量与大小可随个人喜欢自行决定。舅舅一般上会取60克为1小剂，这里一共分出17小剂，然后用湿巾盖好保湿。再剪成小片的香蕉叶面涂上一层薄油防粘。来自欧美国家的朋友常常留言买不到蕉叶或价钱特高的问题，没关系，大家可以改用粽叶或一般烘焙纸替代，都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锅里倒入约2公升清水，预先煮开，取出1小斤面团，再次揉匀。
在手掌心抹点葱油，再将小面团搓成椭圆形，接着用拇指腕轻轻按扁，按成约1公分的厚度。再垫上一片香蕉叶，一个五香果生坯就完成了。真的简单容易，是吧？相同的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。如果搓成圆形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这甚至可以挨入模具内，再扣出任何形状都没问题，像一般做红龟糕一样都可以。舅舅今天这做法是希望带给新手们一个信心，用最简易且不需要任何模具的情况下，就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糕果点心。了解。在生坯表面先抹点油，一会蒸熟后就不用再涂油了。整齐地摆入蒸格内，水上气后将蒸格放上，盖好，中火蒸15分钟。因为糕体比较厚，15分钟最保险，不会有蒸不熟的问题。煎中开盖1至2次，抹干盖内的水蒸气，这样就能避免水滴在糕面上。时间到熄火，直接将盖打开。哇，很香哦。是的 ，Q 弹软糯的五香果终于完成。五香果跟着舅舅的食谱与做法，室温摆放1整夜也不会变硬。第二天糕体完全收水后，会将表面的油分稍微吸收，整体看起来更清爽，更加美味。哇，真的太好吃了啦！是的，这是很大众化的口味，是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小吃做法，有点像在吃肉粽的感觉。对，真的很像。舅舅建议大家一次多做一点冷冻，想吃的时候取出来煎一煎，那才是一个香呀。今年的清明节，大家可以试着这样做，尝试做一次小改变，然后再告诉舅舅喜欢与否。感觉喜欢，请给个赞，请分享给您的朋友。对，舅舅编写食谱，多负责是为好吃。